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黑衣侦探。今天五个仙的新剧情真的挺有趣的，不仅解释了事件的来龙去脉，其实是灵人和神子的恶作剧，还顺带填补了万燕家与神力家没落的缘由。背后的幕后黑手黑主果然是你吗？伞兵雷电国崩。至于最后灵人所说的秘密，应该就是指伞兵在最后放了丰原义庆一马，万叶的祖父。关于这部分剧情，可能有些老哥没看懂，因为有些线索是散落在大世界的秘人文案以及圣遗物滑管套中，比较琐碎，所以老黑这里就给大家详细梳理一下。伞兵本是雷神为测试存放神之心的初代试验品，但复刻神明的躯体谈何容易，尝试和失败是必然的。本来残次品是应该被废弃的，但雷神于心不忍，就把他的力量封印，并送到踏贝沙的借景之馆中保存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本应该沉睡的伞兵被激活了，懵懂的他被桂木发现于明锥滩，有了最初的名字清奇者。此后的时间，他便一直跟这位好心的刀匠桂木一起生活。但好景不长，当时负责管理刀匠的大人物可能是丰原家的祖上，为了打造神兵，要求桂木用岁神的遗骸断刀，从而导致当地雷暴不断，老百姓被折磨的实在活不下去了，便把希望寄托于伞兵，希望他能拿着将军大人的信物金饰去求救。但当伞兵自明神岛求援归来后，踏贝沙早已化成火海一片，桂木也被牵连，被大人物斩于刀下。此后清奇者便消失了。再次归来后，化名国崩，意为窃取颠覆一国之意。他发誓要用自己的力量对当初的一切复仇。此后以往负责断刀的名刀匠家族，也就是雷电五传天幕、一心、百目、千手、金睛被一一剪除，目前只有天幕和一心还有后人存活。而放过万叶的原因，可能是因为丰原家早已李代桃僵，当初的大人物丰原祖上因为不忍心，便收留了桂木的后代为义子，后成为丰原家家主。所以当伞兵看到丰原义庆的容貌后，厉声问他和丹羽有什么关系。有剧情暗示过，丹羽家的外貌特征就是一头白发，暗含一丝红，万叶的造型。也就是说，桂木全名应该叫丹羽桂木，万叶应该叫丹羽万叶。这波是复仇附到了恩人的后代身上，所以国崩便就此罢手。此后乘船离开稻期，离开这片令他伤心的凄凉之地，最后成为了愚人众的执行官伞兵。且根据舅舅党的最新消息伞兵会在 3.1 版本进周本，大概是9月14日，也就是说2周年庆的 BOSS 就是国崩喽。那到时会不会进卡池呢？老黑觉得可能性非常大，因为剑魔是跟旅行者一样的少年体型自激角色，也有其他人物对他的剧情描述。至于后期如何洗白，老黑上面说了这么多，其实早就铺垫好了，大家就等着攒元实抽吧。那最后再说下这个下版本的剧情经验，每集将会从1000点下调到600点，奖励不变。怎么说呢？对老玩家来说并没什么用，现在谁还买大月卡呀？对新玩家来说倒是好消息，可以更快的拿素材奖励了。那好的，视频制作不易，还望各位大佬点赞3连，咱们有缘下期再见，拜拜。